你可能不知道，印尼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，大多数人似乎并不了解它。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号称千岛之国的奇妙，你一定会想继续看下去，因为我要用下面10个惊奇，让你来了解印尼。在开始之前，请先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小杰带你认识更深入的印尼哦。印尼的名字是拉丁语和希腊语。印度尼西亚这个名字来自于拉丁语 Indus 和希腊文 Nessos， 意思是印度岛。因为印尼原来是叫做印度群岛或东印度群岛，但这样的叫法就太长了。英国民族学家 George Winsor Earl 提出用 Indonesians 来称呼印度群岛的居民，后来又经过一些演变才变成今天的 Indonesia。 它的规模很大，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印尼是一个巨大的国家。印尼的土地总面积为1904.569平方公里。虽然号称千岛之国，实际上它是由多达17000个岛屿组成。它是东南亚国土最大的国家。我们把它跟世界其他的大国放在一起相比，你就可以了解印尼也是一个大国。由于拥有众多岛屿，印尼的海岸线长度仅次于加拿大，位居世界第2。印尼5.4万公里的海岸线包括了高耸的悬崖到原始的海滩，甚至是首都雅加达的沿海城市的城市海景。丰富的矿产，印尼的天然矿产丰富，金银铜铁铝锡、石油、天然气等的出产量在世界上都是几乎排名前10名。同时，印尼也是世界主要的镍矿产区之一。现在最火红的电动车的电池就少不了镍，没了镍，电动车的电池也就做不出来。印尼拥有储量惊人的镍矿。根据2019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最新数据，印尼是世界上镍矿最多的国家。同时，印尼也有丰富的钴、铜等生产电池必备的矿物。印尼正在利用它丰富的矿产资源，发展电动汽车的产业，并计划成为全球电动车动力电池的生产中心。目前，韩国 LG 和德国 BASF 中国的电池大厂都积极要在印尼全力发展电池工厂。美国 Tesla 也要在印尼发展储能系统。咖啡出口亚洲第2。印尼的咖啡生产从荷兰殖民时代就开始了。印尼拥有理想的咖啡种植园地理位置，因为它有许多非常适合咖啡生产的山坡。目前咖啡覆盖了印尼100多万公顷的土地。有名的曼特宁咖啡产地就是在印尼的苏门答腊。印尼的咖啡出口量是亚洲第2，仅次于越南。印尼至少有100万年的历史。在爪哇岛发现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人骨化石，第一批被发现的称为爪哇人，年龄在70万到100万年之间。后来又发现许多可能更古老的化石，因此可以证明印尼出现人类至少已经有100万年的历史了。这是一个火山冒险家的天堂。印尼境内有127座活火山，是全世界最多火山的国家。这听起来好像很可怕，但事实上，许多火山，像是爪哇的 Mount Bromo 和巴厘岛的 Mount Agung，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但是呢，
在拜访印尼的任何一座火山之前，都应该事先了解火山的喷发周期，还有注意是否有什么火山活动的警讯。印尼有6只独角兽。所谓的独角兽，指的是未上市且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创企业。在台湾有2只独角兽，一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狗狗肉电动摩托车的瑞能公司，还有专精于 AI 人工智能的佩欣互动科技。在印尼则有6家新创独角兽。在6家印尼的独角兽之中，我们曾经介绍过2家最知名的 Gojek 和 Tokopedia 哦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，我们有个别的介绍。人口红利潜力无穷。前几个礼拜我们才做过印尼人口红利的介绍。简单地来说，人口红利就是让一个国家维持高消费力和高生产率，会带来惊人且庞大的消费市场。在印尼2020年的电子商务交易金额达到可怕的2000亿美金，在未来还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这里，我们有深入的分析。这里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。在印尼有世界上10%的开花植物，约占世界上12%的哺乳类动物，世界上16%的爬行动物，以及35种灵长类动物。至于爱鸟的人，也会很高兴地知道，印尼也生活着全球17%的鸟类物种。此外呢，印尼也是一个潜水员圣地，因为这里有世界上75%的珊瑚和1400种鱼类，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能比这里的水下景观更丰富。印尼是龙的故乡。虽然龙常常出现在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中，有些国家也认为龙是他们的文化，但是他们的龙都是虚构的，都只是神话生物。至少在现代，没有真正的龙存活在他们的国家。但是在印尼真的有现代还存活的龙哦，那就是科摩多龙。科摩多龙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种类，它们在印尼已经生活了数百万年。印尼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可以看到活生生真实科摩多龙的地方。看完了这些印尼的10大惊奇，你是不是也想来这个神奇的国家探险了呢？因为这里有世界上75%的胡椒和1000……胡椒长在水里哦。珊瑚。
拜。